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创新高了。最近呢，很多人看到一条新闻，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412亿美元，总规模逼近了3.4万亿美元。于是很自然的，大家会产生了一个直觉性的判断，是不是又有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了？是不是外资又开始大规模的回来了？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些数字本身，很容易得出一个并不准确的结论，因为这一次外汇储备的变化呢，并不主要来自于资金的流入，而是来自于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因素，就是估值效应。我们先把一个最基础的概念说清楚啊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呢，并不是一堆现金放在那儿，而是一整套资产组合。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一张用美元计价的资产组合。外汇储备呢，本质上是一张用美元计价的资产表。这些资产呢，包括美元资产，但是也包括非美元的资产，比如说欧元呢，比如说日元呢，比如说英镑呀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货币资产。但无论它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它在统计和公布的时候呢，统一是用美元来计价的。那这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数字变化，并不只取决于我们买了什么或者卖了什么，还取决于计价货币本身是不是在变。所谓的估值效应，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件事儿：当美元本身在贬值的时候，你手里那些非美元的资产，即使什么都没动，用美元一换算，账面的价值也多了很多。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，如果你手里面拿的是欧元资产，美元对欧元下跌了，那么同样数量的欧元换算成美元之后，数字自然就变大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并不等于你多赚了一大笔钱，也不是说有新的资金流入，而是你的计价单位变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元明显走弱的阶段，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都会出现账面上的上升。那这一次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412亿美元，主要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为什么这一次的估值效应会这么的明显呢？这背后呢，其实和美元本身走势是高度相关的。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，我们都知道美元指数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行，所以第一个原因呢是美元下跌，就导致了账面的重估。美联储进入了降息周期预期，美国财政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在上升，全球资金对美元资产的偏好正在发生着变化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美元走弱，而非美货币相对走强。当外汇储备当中本来就存在着一定比例的非美货币，欧元、日元、英镑等资产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账面上自然会出现上涨。所以你看到的这个412亿美元呀，并不是突然多出来的真金白银，而是现有资产在新的汇率条件下被重新标价之后的一个结果。有一点还需要特别的澄清，外汇储备数字的上升，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大量的囤积美元。恰恰相反，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，单一货币占比过高本身就是一种风险。外汇储备的核心目标啊，从来都不是赌某一种货币的涨跌，而是保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流动性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外汇储备的数字变化更像是一种波动的反应，而不是主动的进攻。还有一个经常被和外汇储备放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呢，就是最近中国央行在持续的购买黄金。的确呀，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，是全球主要的官方黄金买家之一。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黄金并不是全部计入外汇储备统计口径的，也就是说，黄金购买更多反映的是储备结构的长期调整，而不是短期外汇储备数字变化的直接来源。如果我们把黄金和这次41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加简单的划等号，其实也是不准确的。那么我们到底真正应该从这条新闻当中读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把这些逻辑串在一起，其实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，就是这一次外汇储备的上升，并不是因为突然有大量的资金涌入了中国市场，它更多反映的是在全球货币体系变化的背景之下，美元计价体系下的一次账面重估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赚来的增长，而是算出来的一种变化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宏观数字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先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数字是行为的结果，还是计价方式的变化结果呢？
很多时候啊，看懂背后的机制比盯着表面的数字本身要重要的多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